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镇，明明站在地图的边缘，却像一个不肯安静的入口，让人一踏进去就闻到远方的味道。风里有尘土，有喧嚣，有闹市里的烟火气，也有各种陌生语言擦肩而过的声音。有的，这个小镇叫做梅萨埃，泰国清莱最北端，一座挨着国境生长的小城。来到熟悉的清莱巴士总站，今天我们要搭公车去泰国的国境之北梅萨埃。之前梅萨埃也有这种老式的传统公车，在7号月台等车，但现在这个路线停驶了，必须改搭箱型小巴。来到候车月台的最尾端，走到对面就会看到梅萨埃专车。有冷气的小巴士坐起来很舒服，感觉没多久就到梅萨埃了。巴士的终点站是梅萨埃车站，但梅萨埃最热闹的地方其实是边界的关口周边。到了车站之后，还要继续往北走5公里才会到。这段路程可以靠双条车衔接。在下车处随时都有司机在排班，车资也很便宜。不过今天优娜不直接去关口，我这是订了一间车站附近的饭店，走路过去就可以到了。没想到乡下的小饭店竟然是自助 check in 的，感觉有点先进啊。这间饭店我以前没住过，这是第一次，应该是新开没多久，整体感觉很不错，空间宽敞，干净舒适。Breakfast set for free， 有这个吉隆的咖啡，柳橙汁，然后妈妈2个不同口味的迷你杯，很赞呢。刚才优娜不是说梅萨埃最主要的闹区是在关口前吗？而车站附近基本上都是比较静谧的住宅区。那大家可能会想说，住在这里不会不方便吗？其实完全不会，因为车站旁边有2家泰国最大的大卖场 Lotus 跟 Macro。 从我住的饭店走出来5分钟就到达 Lotus， 这里面有超多店，什么肯德基啊、屈臣氏都有，宛如一个小型百货公司。除了餐厅之外，也有综合美食区，集合了所有泰国街边小吃，更不要说商场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了。而且如果刚好正逢礼拜天，商场前还会有周日市集，市集从下午开始摆，一直营业到晚上。一间 Lotus 可以打10间，看似偏僻的住宅区，其实热闹方便的不得了。这就是有时候我喜欢住车站旁边的原因。完成入住之后，肚子开始饿了起来，我决定去吃一间我已经看它很多次，但从来没有进去过的一家店——上海小笼包。这间店位在梅萨埃车站的对面，因为店面破破旧旧的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来吃。直到上次在清迈有一个中国朋友突然跟我推荐这家店，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店里有饭有面，但我只点了1笼小笼包。在清莱难得能吃到正统的中式面食，想试试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现蒸的小笼包一端上来，浓郁的面皮香味瞬间扑鼻而来，一闻到这个味道，我就知道点对了。这小笼包的肉馅不像台湾的打得这么细，汤汁也没到爆开的程度，但是厚实的肉馅吃起来很饱满，很有满足感，而且肉质也很鲜美。看到他们家还有卖炒菜，隔天我又跑来这边吃饭，这次是午餐时间来的，这才知道这家店生意有多好。之前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尝试了他们的木耳炒肉片，还有汤，都很好吃。可惜我只有1个人，不然每样菜都想点。
总之，太感谢朋友推荐了这家店给我，确实味道很不错，也推荐给要来妹仔旅游的朋友。抵达妹仔的这天是星期六，晚上在关口前面有封街的周六夜市。去之前还有个小空档，刚好我发现饭店附近有一家洗头按摩店。Yuna 在泰国只做过泰式按摩，还没做过这种洗头的按摩。看着价格很便宜，而且店里的环境又干净又有氛围感，就决定要来试一下。洗完出来，天刚好黑了，叫了一辆 Grab 摩托车前往关口。洗完头发了，我觉得刚才那一间呢，按摩还可以，蛮舒服的。但是洗发的话就还好，差强人意，我 OK 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洗完之后，我叫了车来到关口啊，我很意外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以前呢关口这里礼拜六都会封街有夜市的，但是今天居然没有这个周六夜市是取消了吗？不知道为什么周六夜市突然没有了，觉得有点失望。这天晚上只好随便找个路边摊把晚餐吃了，明天白天再带大家来看看关口前市场吧。一般说到妹仔的景点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口前的市场。关口是指泰国国境最北端与缅甸大其力交界的这个陆路海关，而市场就是指关口前面这个占地广大、交错在阡陌巷弄之中，贩售着来自泰国、缅甸、中国的各式商品的美塞市场。美塞市场非常有趣，具有相当浓厚的边界色彩。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商贩在贩售各种商品。虽然是与缅甸相邻，但因为离中国近，中国的货品也相当多。很多周边较偏远的村庄都会来这里采购日常用品。而我自己来逛的话，就喜欢买一些中国的干货或水果。沿路有一些小吃，比如糖炒栗子，还有穆斯林的油炸甜点。อันนี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คะ อันนี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เหรอไทยบัตรประมาณ10,000 กว่าแพงมากใช่ไหมแพงมาก10,000 กว่านะ中ถึง20,000ก็ได้这个市场蛮大的，很容易逛着逛着就累了。如果需要上厕所休憩一下，在美塞警察局这边有个小公园，里面有公共厕所，也有卖茶水的地方。而来到美塞市场，就一定得来打卡这个牌坊。从关口右边的这个小巷子走进来，直走到底就会看到这个牌坊。河的对面就是缅甸，在这里也可以清楚看到来来往往的缅甸人民。以前是可以把护照抵押在关口，过去缅甸一日游。但自从诈骗还有缅甸政变的动荡事件发生之后，缅甸政府怕外国人出事，现在就只允许泰国人通行而已。这条小巷子里有一些古玩店，卖的东西呢很有金三角特色，比如说这个鸦片砝码，这是以前卖鸦片时称重的砝码，每种动物都代表不同的重量。最早流行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，是一种精准贸易工具与精致手工艺的综合体。但后来随着禁毒行动开展，鸦片砝码就慢慢退出了交易舞台，现在成为历史古玩。Yuna 第一次来妹仔旅游的时候也买了一个，我觉得动物造型本身就很可爱，再加上它的历史背景，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涵的纪念品。沿着边坡深入市场内部，里面的巷弄蜿蜒交错，宛如一座大型的迷宫市集。继续往上走，会来到一座蝎子庙。这座庙一直是游历妹仔的必访之地，但最近又更加热门，因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新的景点——天空步道，
这个景点 Yuna 也还没来过，我非常期待。要抵达天空步道之前，要先爬长长的楼梯登上蝎子庙。如果不想爬楼梯呢，在入口下方有付费接驳车，可以直接搭到步道入口。不过我觉得这区几阶楼梯应该是很简单吧，用走的就可以轻松到达，我才不需要搭什么接驳车呢。好嘞。走上来之后就是蝎子庙的园区，旁边有小贩部，也有厕所。关于庙本身我就不多做介绍了，我这次的重点是天空步道，我们就直奔步道而去吧 ，Go！ 票价不贵，才50泰铢。买完票之后会给一双鞋套，进去之前要把鞋子包住，以免弄脏步道。上来之后就可以清楚看到河对面的缅甸大其力，居高临下的视野非常开阔，整个大其力尽收眼底。其实妹赛是一个很热门的观光城市，尤其很多缅甸人会过来旅游。仔细看身边的游客，不少缅甸人，大家都很兴奋地在步道上狂拍照。对于大其力人来说，能以另一种视角欣赏自己常年居住的城市，应该也是一种很新奇的感觉吧。从步道上下来的时候，天色也暗了。回到市场的大街上，白天的商贩已打烊回家，华灯初上，晚上的小吃摊子一一摆起，准备接手这日以继夜的喧哗。昨天晚上来的时候，没遇到预期中的周六夜市，但关口前的市场哪怕没有周六夜市，每天晚上也都有沿街摆设的小吃摊，宛若露天大排档。除了吃的，也有衣服可以逛，有些摊贩甚至是从早上接着摆到晚上，全天不打烊的。周边也有很多店家，还有屈臣氏什么的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妹赛最主要的游客聚集地会是关口前？因为白天晚上都热闹。而说到妹赛的特色小吃，大家记得之前 Yuna 去美斯乐拜访朋友的影片里，晚餐的时候我们吃了一道蒸米皮吗？那个蒸米皮叫做 Khao Soi Noi， 是一种缅甸的小吃，尤其在妹赛特别常见。做法是使用一个圆形的模具，然后将调制好的米浆水倒进去，再放进沸水锅里蒸熟。有单纯的白米皮，也有包猪肉或加料的。刚蒸好的米皮软软嫩嫩，米香味十足，尤其加上他们调制的酱料，真的很好吃又非常有特色。这是边境才看得到的地方特色小吃，一般泰国的城市是看不到的。Yuna 将推荐店家的连结放在留言处分享。不过老板应该是不会讲英语，毕竟客人都是在地人，请大家发挥肢体语言交流吧。很多人来妹赛只是想顺路看一下，或是打卡泰国最北端，然后匆匆离开。但如果你愿意多走几步，慢慢感受，妹赛其实会回报你一种很少见的旅行感。它或许不浪漫，也没有刻意装饰的街景，却把日常的边境生活不加修饰地摊在你面前。粗糙、忙碌、喧嚣飞扬，却因此显得充满生机。但如果你以为妹赛的景点只有这样的话，那就错了。在妹赛西南侧的山区里，隐藏着2座迷人的阿卡族咖啡小村庄，还有那个曾经轰动全世界的睡美人山洞事件。事发地的石灰岩洞穴也位在妹赛。下一集
Yuna 将带大家继续深度旅游妹塞，一起探索迷人的宝藏景点。我们下集见咯，สวัสดีเจ้า